于朦胧事件没有平息，反而是越挖越黑。这一次爆出的不只是他生前被掌控、被极端对待的片段，而是整整一条长达10年的伤痕时间线。从2014年脸上盖不住的淤青，到生前最后几个月那种压抑到快要崩溃的眼神。而更刺眼的是，那个疑似掌控着他命运的经纪人杜强，不但在大庭广众下对他扇巴掌，还被指控切断他与粉丝最后的联系，把他是一步步推向孤立与恐惧。而幕后那些更巨大的影子，如今也被网友一个个的翻出来。被指主犯的辛奇，他的身世之谜牵出了延安种子计划的传闻，演员田海蓉的最新传闻更是让人毛骨悚然。这不是一个艺人的悲剧，而是一场长期隐秘系统性的压迫工程。全球70多万人的请愿，不只是在为他讨公道，而是在问：如果真相不被揭开，下一个还会是谁呢？与此同时，国内网友与当局斗智斗勇，花样是在不断翻新。参与电话车轮战的网友传来了好消息，说对方乱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场正邪大战的最新进展。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韵。昨天我们提到过，于朦胧疑遭经纪人杜强扇巴掌，视频流出后，全网几乎是在爆炸式的愤怒，大家都在问：这混蛋现在到底在哪里？随后，越来越多于朦胧生前的影像被翻出来，拼凑出了一个被控制、被极端对待的完整时间线。有一位网友翻出了2014年10月24日的视频，那可是11年前呢。当时于朦胧在商演唱歌曲《我愿意》，即便那是一个老视频，画质不如现在清晰，但你依然能看到他脸上那种浓妆都盖不住的淤青和浮肿，整整半张脸都是伤。但那时候台下的反应是什么？除了起哄喊好帅，没有人意识到不对劲，没有人关心他的伤是怎么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太残忍了。究竟是谁打了他，又要逼着他顶着伤出去演出，这简直是天理难容。另外一段视频显示，于朦胧走路一瘸一拐，太阳穴上有一处淤青，网友怒斥：真是太残忍了。除了身体上的伤，精神上的折磨更加让人窒息。有粉丝回忆起今年7月16日，于朦胧从上海回北京，在线下见面时，他竟然明显的走神儿。粉丝形容他眼里全是心事和疲惫，一直在努力克制情绪，但无论自己再怎么痛苦委屈，面对大家索要签名时的期盼，他依旧是笑脸相迎，有求必应。可是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8月9日，他的工作室突然发布了一个公告，拒收礼物和信件。大家想一想，一个会提醒粉丝小心脚下，粉丝摔倒还会亲自去扶的暖心的艺人，怎么会突然做出这种决定？粉丝质疑，这根本不是他本人的本意，而是那个鬼公司要彻底切断他和外界最后一点温暖的联系，他们要把他孤立起来，彻底的控制他。还有一段视频显示，他在某个活动现场，本来是笑着跟周围人打招呼，结果一回头，好像看见了身后不远处的杜强，笑容瞬间消失，整个人低下了头，连打个招呼都要环顾四周，生怕做错了什么被家长教训。这种活在恐惧里的日子，他到底忍了多久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已经有超过70万人在联署平台签名，要求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介入。大家的要求很简单，针对于朦胧离奇离世进行独立透明的调查，如果有人涉案，必须是以严重的罪名起诉。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视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
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这2台之间是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没有办法还原整条通信路径，连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上，而且还可以全家共同分享。现在如果您购买2年方案，可以享受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时局会再打9折。30天内如果您使用不满意，我们会全额为您退款，可以说是无风险试用。建议您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您的购买是对我们节目运作的最大支持。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深水区了，这也是这2天讨论的最热烈，但是在国内平台绝对发不出来的内容。于朦胧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涉嫌参与的人，像那个李鹏的孙子李明，也叫吉光光，都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被炮火轰得不得不有点反应。但是有一个人啊，可是从头到尾就像死了一样沉寂，这个人就是辛奇。不管外界怎么指证他是现场的直接凶手，他就是不露面不发声。为什么他能这么淡定？评论人士李牧阳在节目当中就直言，因为他头上有巨大的硬盖，也就是有大的保护伞。那这个硬盖到底是谁呢？李牧阳拿辛奇整容前的照片去和某位大人物年轻时的照片做了一个对比。这位大人物就是习远平，当今圣上的亲弟弟。他用 AI 去做面部对比， ChatGPT 说这2个人整体相似度是从中等到高。而另外一个 AI Grok 说的更直接，说这2个人的相似度高达85%到95%以上，甚至认为这可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照片，或者是非常近的直系亲属关系，比如说父子。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名字的玄机，习近平的母亲叫齐心，你们把齐心倒过来念一念，看看是什么？对了，就是辛奇的谐音。网友猜测，这会不会是习远平把母亲的名字反过来用，给自己的私生子取名字呢？当然，这些目前还都是推测，但是我们看看辛奇他那诡异的履历，18岁就成了中共副厅级高官，28岁又成为副部级高官，这种坐火箭一般的升迁速度，这哪是普通人家孩子能有的？知情人还爆料说，这个人面相阴毒，喜欢躲在背后操纵，甚至有一条完整的洗钱黑色产业链。银行领导都知道他是谁，钱转到国外都没人敢拦。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惊悚的说法，就是由邓小平发起的延安种子计划。中共为了保证他们的红色江山不变，挑选了近200名女性为这些领导人繁衍后代。这些后代本身可能都不清楚自己的血统，因为领导人担心将来被清算，所以要求他们生活在封闭的空间，不与外界多接触。但中共安排了大量隐形的财富为他们做支撑，等他们长大后会被安排做一些隐秘的事情。如果辛奇真的是这个计划的产物，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官方对于于朦胧案的态度如此诡异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这可能牵扯到中共最核心的红色血统保护网。于朦胧可能真的是撞在了这样一块无法撼动的铁板上。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普通人能做什么？放弃吗？并没有，这正是我们最佩服大家的地方。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愤怒上，
也体现在深情的悼念中。有视频显示，很多网友为他烧纸钱、烧房子，为他送寒衣。46号 Christy 刘为于梦龙送上冬日1年的钱财、房子、锦服、寒衣玉皇钱，请于梦龙收钱、收衣服、收房子。网友留言说：天冷了，给你加些衣服和房子，希望这个冬天你不会冷。这种朴素的情感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是对生者良知的唤醒。而在现实层面，抗争更是激烈。这2个月来，无数网友发起了电话车轮战，不停地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参与活动的网友反馈说，对面乱了。刚开始官方接电话的都是那种冰冷的人机模式，在那儿背通稿。但最近他们的语气变了，变得有温度了，甚至会主动说：我会帮你上报。为什么？因为压力太大了。他们发现这不是一阵风，这是一场持久战。有一位被称为霸气姐的网友，他在电话里直接就质问公职人员，指出已经有政府工作人员说漏了嘴，暗示政府内部其实知道于朦胧是被害人，而不是自己轻生，并指责官方隐藏了凶手。他说的特别好，作为纳税人，我们有权利干涉社会公共事件，绝不会放弃。要说这位霸气姐，她的口才真的是一流的棒，要为她点赞。这种坚持跨越了国界。一位住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58岁的阿姨，为了推广联署，每天在网上转发，晨昏颠倒，情绪崩溃了好几次。现在呢，她又开始走线下，去公园、去车站、去海边、烧烤亭发传单，甚至往邻居的邮箱里投递海报。还有在乌鲁木齐，当地电视台报道第2届全国合球比赛，结果评论区里网友们接力留言2个字：立和暗，气得电视台的小编威胁说不要挑战我的底线，结果被网友反呛，到底是谁在试探谁的底线？这么没有人性的工作人员配当公务员吗？让他从5楼飞下去体验一下才能感同身受吗？这就是民意，你删得了一条评论，你封得了一个账号，但是你封不住人心的愤怒。聊完政治和抗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的其他人。在这个案子里，还有一个名字绕不开，那就是田海蓉。他一直声称自己是受害者。最近他在宣传他的新电影《我的世界没有我》时，还哭得梨花带雨，说希望所有人都能被温柔对待。因为我们从出生就是被妈妈、爸爸、家里人抱着出生的，对吗？我希望你们在这个世间都能得到所有人的温柔对待。但是网友并不买账，有人问：你希望被温柔对待，那你们对于朦胧为什么那么狠？田海蓉上一个新片《火种》一上映，就在网上遭到全面抵制，甚至传出强迫学生包场观影的离谱消息。关于这个田海蓉网上的最新传闻更加惊悚。她的前夫大家都知道是徐明，以前是薄熙来的白手套，掌管着大连实德集团，后来在监狱里突然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官方说他是心肌梗塞，但外界一直质疑是被灭口。最近网上突然传出了一个照片，是一个人体标本，而这个人的相貌看起来是非常像徐明本人。这听起来非常令人恐怖，但是也侧面反映了大家对这些资本大佬人性的极度不信任。网友说，最毒不过妇人心，老公死后还能赚门票钱。不过究竟是不是徐明，是谁把他做成了标本，这个事当然目前也没有办法去求证。不知道观众朋友您对这个传闻怎么看呢？欢迎您在我们评论区下写下您的看法。现在不仅仅是娱乐圈黑幕重重，整个社会风气可以说都是烂透了。大家看看最近那个什么深圳的国际模特大赛，广东冠军选出了一个体态丰腴、年龄很大的女子，引起了一片嘲讽。在舆论压力下，主办方后来说颁错了奖，这是太太组的冠军。天哪，你那么容易就犯错吗？
结果几天之后，全国冠军颁奖又上演了同样的戏码。更讽刺的是，那个获奖证书连获奖人的名字都没写，相框里的证书还歪斜着，这算什么国际大赛？有人就认为这是主办方故意这样操作，引发话题，制造流量。也有观点认为，在一个只认钱只认权、没有法治的环境里，是劣币驱逐良币。像于朦胧这样长得帅、心肠好、粉丝摔到花坛里还会亲自去扶的善良艺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连离世都走得不明不白。而那些靠着黑箱操作、靠着硬后台的资本家，却活得滋润。这是让公众感到绝望，也是让我们必须发声的原因。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我们不能缺席。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网友制作的于朦胧最帅的瞬间合集，让我们再重温一遍他的美好。精致绝伦的容貌，纯洁善良的灵魂，中国人天花板级的道德水平，可惜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这么完美的你了，确实看的是非常的遗憾。这就是收集的于朦胧最帅气的瞬间啊，大家可以保存下来。于朦胧案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单单是为了一个明星讨公道，它是我们普通人与那个庞大、冷漠甚至残酷的体制之间的一次对视。我们不知道那个有着所谓的硬盖的新奇什么时候会被调查，我们也不知道正义还要等多久，但至少这70多万个签名，这无数通打往有关部门的电话，证明了我们没有麻木。如果您也对这件事情感到愤怒，如果您也想为它做点什么，请不要让这件事件的热度降下去。欢迎您转发我们的视频，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或者是在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那里去点开签上您的名字。人总该分清善恶是非，坚持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希望正义和善良不被辜负。这里是大事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